在我国西南边陲有一个从外国人的小说里走出来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一年工作2-3个月就能赚够1年的钱。能赚多少钱？就是10多万。10多万。对，这不是小说中虚构的情节，它是中国最拧巴的褶皱里一块精华之地。自驾穿越大横断，我来到了云南香格里拉。它不仅是耳熟能详的风景名胜，还藏着造物主几乎偏心的馈赠。今天我要去探寻这片土地被偏爱的秘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很特别，也很有诗意，但是呢，在20多年前，中国都还没有这样一个地方。香格里拉一词源于藏语香巴拉，意为心中的日月，后被引申为理想国。199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广为流传。小说中描绘了一个雪山环绕、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后来2002年，云南迪庆州的中甸改名为香格里拉，人们想象中的人间天堂走进了现实。那么这片土地，它究竟凭借着什么能匹配得上香格里拉这样的美名？你好，深蓝，你说，导航到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哇，怎么形容这种美呢？就是很干净、很明媚、很有诗意的感觉。看一看这种风景啊，整个人都要焕然一新了。海拔3200米，香格里拉的高原草甸与高原湖泊遇到的夏日好天气，那简直就是王炸。去了那么多地方啊，我觉得评判一个地方美不美，美到哪种程度，不能通过那些收费的景点，而是应该通过一个地方它免费的风景来评判。我身后就是香格里拉的纳帕海，在地图上显示这里是一个景区，但是你是可以免费进来的，不用买门票，它都能美到这种程度，我觉得香格里拉的美还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条路上开车就特别的舒服啊，就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但是现在的是那个旅游旺季，这边的路又特别窄，车又特别多，很容易堵车。但现在会车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把头伸出去啊，看看车跟这个左右两边还有多少距离，直接人坐在车上看着这个屏幕都能看清楚到底还有多宽，也没有死角和盲区，就能放心大胆的开。本地人告诉我，香格里拉人很少去外地打工，你家可能就在风景里，那就从事旅游业；你家有可能在森林边，那就更好了。这里就是香格里拉非常出名的松茸村。看看这个村的环境，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个村呢，既有耕地，又有牧场，又有森林，而且每年夏天的时候，这几个月就是松茸季，全部村都空了，全部都上山去这个林子里头采松茸去了。这个村子里面的房子，看看全都是这样非常气派的小楼，这种小楼都是他们自住的，基本上建造起来的成本都是在100万左右。松茸作为一种新兴的健康食材，价格一直都很昂贵，在日本尤其受欢迎，几颗松茸甚至能卖出几千块的天价。香格里拉是我国4大优质松茸产地，这次我可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探寻一下这堪比黄金的食材到底贵在哪儿。看这里面有没有人能带我进去看一看怎么采松茸啊。运气很好，遇到一个正要上山的大哥，于是他顺路捎上我也能给他帮忙捡松茸，还挺贴心啊。我这个设备箱老重了，幸好这车有这种功能，后备箱一打开它就自动下降几厘米，这样我放上去就轻松很多。如果是那种特别高的越野车，这么大一个行李箱甩上去可困难了。海拔3500到4000米左右，松树林与栗树林，湿润的气候，不太炎热的温度，纯净无污染的空气与土地，都是挑剔的松茸生长所需。所以想要捡到松茸，还得从村子里去往森林深处。这边呢，夏天每天都会下一阵雨，它这个气候就比较的湿润，也比较凉爽，是很适合这个松茸生长的。但是夏天呢，你来这儿开车就路不太好走，经常那个路面都会有积水。他们当地人叫这个挖松茸都叫捡松茸，都用了这个词儿啊，用的是捡，肯定很容易捡。也不知道今天我这个袋子带的够不够用啊？就说这些地方他们是比较经常来挖的人，他会记得这个位置。如果你不经常来，在这些位置你是肯定找不着的。一定有。哎，是吧？有。那时候就这样。把土给它拨了。这个是算大的还是算小的？算小的。算小的呀。这个的话是今晚是200多。200多1公斤。245了。刚出土的这个出土文物，带着一股非常清香的这个松树的味道。有没有松茸？你扒拉这个最上面那一层，试试手感就知道。它力气相当大。它往上顶。力气和你那些
3公斤了。一般如果说专门采松茸的话，早上凌晨2、3点钟就要出门采，采到中午12点回去吃了饭，然后下午又出来采，采到5点多又回去。这个一天工作的时间相当长。有熊，哇，那也太危险了。有狼。有说了我们对它不客气。不客气，是谁不客气？熊不客气。鸡子了，长子了，那个狼呢，就是我们人家给他们破掉。它怕人是不是？怕人。快点，又挖到松茸了。这个大，这个它得卖500吧？你看，哇，好新鲜。这个比我们刚才挖到的那个要大很多。这个是200多的，太香了。看一下。哇，好多呀！哇，还有大的塑料袋装起来的，这个要卖多少钱1公斤？这个600多块。600多，这种都是贵的了啊。这种不容易吧？精品。12点钟就采了这么多。可以，几个小时就采这么多。人家是专业的。对，专业的。这个能不能吃？心态要崩了，一个都没找到。身后的这个台子呢，就是他们每年藏历过年的时候会跑到山上来祭祀的这种类似于像神坛一样的东西啊。祈福呢，祈的是什么呢？我在想，因为这座山上都是他们的聚宝盆，里面有这个松茸啊，应该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松茸丰收。因为我们自己捡到的松茸实在是太少了，我就买了一些他们刚刚挖出土的松茸，只有来到了香格里拉才能享受到这样绝对的新鲜，马上就吃。带着一种森林里面的香气，还有一种被压缩出来的这种鲜味，以及一种恰到好处的甜味，真的是太绝了。忙活一通下山啊，现在天都黑了。虽然今天我们的收获不怎么样，但是这个松茸它为什么贵，算是彻底搞清楚了。他们晚上摸黑都能捡松茸啊，我这个晚上摸黑开车都得小心翼翼的，晚上得把这组远光灯打开，看得清楚一点。晚上开车还是安全第一。松茸的美味与捡松茸的艰难，让我彻底理解了这份上天的馈赠背后的真相。在香格里拉盛产松茸的村子里，每年6到8月份，一家人全员出动，每天凌晨3到4点就上山，一天在山上待10多个小时，靠着这股子拼劲儿，接住了自然的馈赠，才有了我们眼中老天爷赏饭吃的美好生活。香格里拉属横断山区腹地，但不同于其他各处的闭塞，它自古就是云南去往西藏的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一站。20世纪初，美国探险家洛克沿茶马古道来到此地，并将这里拍摄下来发布到国家地理，后来成为詹姆斯·希尔顿的灵感来源，使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的他在书中描绘出了一个令无数人羡慕向往的香格里拉。它在湖边，在树林里，更在脚下手心里。无论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地方真的叫香格里拉，它一直都在。